英伟达今年突破了之后涨了57%，SMCI 呢5周涨了200%，美股指数创了新高。有些朋友可能想着要不要参与一下，不要错过这个赚钱的机会。那我这期视频就说一下目前的市场有哪些可以操作的方法。先放一个免责声明，视频中所有内容都是我个人信息与经验的分享，不构成投资建议，大家投资需谨慎。首先呢，新手不建议买太多的个股，因为风险比较大。像这个月的明星股 SMCI， 它一个月的时间可以涨200%，但是它一天的时间也可以跌20%。这个时候呢，指数就相对于要安全一些。美联储停止加息之后呢，市场进行了一波拉升，华尔街也好，广大机构也好，都是非常欢欣鼓舞的进入了市场。市场参与率呢，也从原来的不到30%，到了现在95.58%，几乎是满仓了。美联储是2023年12月13号宣布这个消息了，当然机构肯定比我们要预先知道这个结果，所以说呢，我在去年11月的时候连续发了2个关于指数的视频。那如果从那个时候进场的话呢，差不多是在这个位置，到目前的话也有差不多15%左右的一个收益率了。当然了，市场经过这段时间的上涨之后呢，目前有一个整理的需求，大的一个经济趋势或者说股市的趋势还是向上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月线。美国呢，之前发布了去年第3季度的 GDP， 它的增长是4.9%。3月份降息的可能性是比较少了，但是到6月份的话，大概率会降息。所以说，除非出现什么黑天鹅事件，不然的话，股市应该会继续向上一段时间。那么在目前的市场，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操作呢？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低买高卖，买在最低点，然后在高点卖出，回撤之后呢，继续在低点买入，然后在高点卖出，然后不断的以此获利。这个操作呢，做技术面分析的话也是可以实现的。简单点的话，其实可以用网格交易法。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我之后再详细开一期讲一讲。但是对于大多数没有太多看盘经验的投资者，很有可能就发生以下的状况，就是我们往往非常小心的观察，然后犹犹豫豫的做决定，最后呢，下定决心入场的时候已经在高位了。最可怕的还是没有及时的止损，然后越跌越买，最后割肉在低点，从此修身养性，远离股市。那对于喜欢建立被动投资系统的朋友们来说呢，可以试一下指数定投。这个方法虽然已经被说烂了，但是对于新手确实是比较友好。唯一的缺点呢，就在于反人性。这个我们也有一些方法可以用来对付，所以说还是想和大家讲一讲。那指数定投英文的话是 Dollar Cost Average DCA， 它是一种长期的投资策略，通过定期的投资相同金额的指数基金或者说是 ETF， 这就意味着呢，无论市场是涨是跌，你都会以固定的金额定期购买基金份额。那哪些人适合指数定投呢？首先当然是上班族，对于大部分领固定工资的上班族来说，应付每天的日常工作已经非常辛苦了，每个月到手的工资呢也基本不变，这就适合取出一小部分，然后定期的开始慢慢的累积资产。还有就是比较忙的人，每天呢特别累，几乎都是007，真的没有办法去研究其他的投资方法啊，看市场等等的。那有时间呢，喝点热水陪陪家人就挺好的。还有就是胆子比较小的投资新手啊，投资金额比较少的，或者说是抗风险能力比较低的朋友们，定投的波动呢就比较少，比较适合这一类的人群。还有就是想要理财的，任何想要理财的，肯定是对未来有一定的规划，不管是能提早退休，还是更好的照顾家人，那我们就积少成多，从简单的呢开始慢慢的练习。指数定投呢，不需要你花大量的时间或者精力去研究市场或者是股票，它相对于主动投资呢更加简单一些。你可以选一个或者几个符合你投资目标的指数基金或者是 ETF， 定好投资计划就可以了。市场波动的时候，你就照之前的计划进行，不用纠结买卖啊等等决策。这目的呢，就是可以让你进行长期的一个投资。那它的优势呢也是挺明显的，一个就是它操作很简单，所有的动作都可以自动化完成，还有呢就是风险相对会低一点，比个股的风险已经低非常多了，甚至于比上你一次性自己去购买指数或者是 ETF 呢也要低很多，因为它是一个平均值，所以说把波动降低了。还有呢，就是说它的成本比较低，因为如果你去购买
主动型投资基金的话呢，一般管理费可能都要0.7%或者1%以上。那些被动型的指数基金或者说 ETF 的话，它的收费会远远降低很多，有些的话0.0几都有。具体的时候我们之后再看。还有一个就是可以让你达成一个长期投资的目的，因为你所有的都是自动化完成的，不知不觉你的资金就可以慢慢的积累起来了。最后呢，就是它的收益。从长期来看，我们说长期是5年、10年这样的期限啊，你可以获得一个市场上的平均收益。那标普500的话，差不多30年的平均收益的话，会有10%左右。我们看一下图形，我就以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作为举例。那如果说你是买在2021年的最高点，2021年底的时候呢，虽然说你会长达1年的亏损，你每个月买，这是月线图啊，你每个月买都有亏损，但是在触底的时候呢，你之后再买的每一笔它都是上涨的，然后越买越涨，到现在的话，之前的亏损已经全部弥补了，并且这些在底部的资金的话，你已经有大概50%以上的获利了。可以看到这边从底部到上面都有50%了。那你可以说，我如果在底部买的话，我不是避免了这么大一波的下降吗？确实是这样子的，也有很多就是操盘手也是这么做的。但是呢，其实你想想看，作为一个新人或者说投资没有太多经验的小白的话，你是不是会赶在大熊市，就是股市跌了1年之后，在这边抄底呢？但是你逐步买的话呢，你知道你是在分担风险，你越买的时候，你的仓位就是平均值越低，然后等到一波回上去，就是反弹上去的时候呢，那之前的话所有的损失都会弥补的。更不要说我这边说的是你买在高点，如果是你买在这儿呢，你买在这里呢，是不是你买在之前几年买的话，已经有很丰厚的收益了。其实为什么说这个方法挺多人会喜欢的呢？因为是他们在之前低点的时候，每年每个月买的话，他到这边的话，其实已经有非常大的利润了。虽然说利润会有回吐，但是他也知道每次熊市之后，它其实都会反弹上来。当然，这个全部都是历史数据啊，就是美股每次下跌之后都会反弹上来。今后的话，大概率也是会反弹上来的，但是我们不能说100%都是肯定这样子，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如果在之前几年买的话，肯定是已经有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获利了。对他们来说的话呢，市场的下跌也好，上涨也好，只要按照计划进行，总是能够有个不错的回报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之前的研究嘛，最惨的就是在2000年的顶峰的时候购买了。那个时候是一个下跌80%的大熊市，是不是？对，80%的大熊市。这个时候，如果你在这点买的话呢，你需要过15年的时间15年的时间，你才能回本。但是如果你是按照定投的方式买的话呢，那基本上有数据计算过的7年的时间你就可以回本了，然后之后的话都是赚的。虽然说这也挺痛苦的啦，在目前会有暂时性的熊市，没有那种特大熊市的情况下呢，你用这个方式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刚刚我们的美股从熊市底部已经出来了，那它之后应该是一个不断波动向上的一个趋势的话呢，你用这个方法还是不错的。当然了，我之前也提醒过大家的，就是说美股现在经过11月到现在这么一波上涨，虽然中间的话1月1号的时候也有一个为期1周的回撤，是因为是新年的一个为了税收目的的一个抛售，但是总体上它的上涨已经从11月到现在已经有了一个28%的上涨了。现在的话，它是有一个震荡整理的需求的。长期来看，定投的收益会高于定期存款这类的固定收益的产品，但是呢，它的风险也会相应的增高。那再说一下它的缺点和风险，任何投资它都有缺点跟风险，只是看你能不能承受，或者你能不能控制住这些风险。那一个呢，就是说它下跌的时候你是比较痛苦的，虽然说你可以说，我在顶部的时候可不可以就走了离市了？当然是可以的，你就不会承受下跌这一波的痛苦。但是呢，你底部这一块基本上也就吃不到了。为什么呢？因为基本上，
如果是投资不是一直看市场的话呢，你能感知到的市场比较好的时候，你心里面想想，是不是就现在这段时间，就是市场基本上已经回到新高的这段时间，你感知到，最近股市涨得不错，那其实它已经有个50%的涨幅了。那你用定投法呢，就是说这段你是比较痛苦的，但这段你可以把它全部涨回来，并且收益还是你用定投的话，这样一段的过程当中，你还是有收益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下跌的时候比较痛苦，上涨的时候同样痛苦，因为你看这样子一段上涨，2020年的这一段上涨多少？从底部到现在上涨了130%，我大致画一下啊。这段的话，那你说我在这边买的时候新高嘛，跌下来之后新高，我在这边买的时候，我一笔买入的话，我直接有130的涨幅，账户翻1倍了。那我如果是每个月这样子买的话呢，那我账户可能只是涨50%。是不是那个时候感觉也很痛苦，都是有舍有得，这就是它另外一个缺点，就是说在市场连续的上涨中呢，你的收益并没有是一次性投入那么多，在市场下跌的过程当中呢，你的损失可能会比离场要多。那这有什么好处呢？对不对？虽然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咱们说下来真的是没有什么好处。它的好处就是说，在长期的不断的投资当中，就是你每个月都投资的过程当中呢，比杀进杀出的收益要高很多。因为杀进杀出的话，你既找不到底，也看不到顶，很有可能就是高买这边买入，然后这边卖出。巴菲特呢也建议90%以上的个人投资者都使用指数基金，不要试图击败市场，而是要跟随市场。说一下这个方法怎么操作吧，特别简单，就是你选一只或者几只 ETF 或者是指数基金，然后呢定下来你每个月要投资多少金额，然后坚持下去就可以了。技术上呢，它就这么简单，但真正难点是在它的反人性。就像我之前说到它缺点的时候，不管是市场上涨还是下跌，你如果就一直关注它的话，你是会非常难受的。那怎么样在下跌的市场继续买？怎么样可以坚持？怎么样让你不要做个几个月就放弃了呢？那我建议的方法就是隔离，就是不要靠它太近。什么东西你天天看，肯定会看到一堆的缺点。你不相信的话，你现在就去对着镜子看你的脸，看个5分钟，你就说这张脸奇怪不奇怪吧？那如何弱化呢？在美国工作的小伙伴的话就比较方便，因为你们大多数都有退休账户，所以说你每个月收到的工资呢，你就可以自动转账或者是扣款进入你的退休账户，然后呢再自动购买你想要的 ETF 也好，或者说是指数基金也好，然后每个月工资到档自动做这件事情，你就可以达到自动定投的一个目标了。如果没有退休账户的呢，可以开一个独立账户，也就是说你每个月收入拿来呢，可以分成3个部分，一个就是你的紧急备用金，还有日常的花销，剩下来的话呢就是投资。投资的话呢，就是一个就是你定投的账户，还有个就是其他投资的账户，而且我建议你定投账户可以分一个其他的银行，这样子可以分散一个你的资金，降低它的资金风险。其实这些操作的目的就是一个让这个账户呢在你的意识中变弱，没事不要想起它，以达到长期投资的目的。有个瑞士的发现，就是研究发现呢，他们长期表现最好的账户就是那些所有者已经离世或者忘了密码的账户。当然了，如果你是新手的话呢，也可以先从小金额开始，等账户上慢慢有收益了，那对自己的投资就更加有信心了。好，先讲到这里了，有问题可以给我留言，那大家下期再见，拜拜。